世人皆求长生，于我却是诅咒。3000年来，身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唯有我仿若被时间抛弃，寻不到过往，找不到归途，亡魂相伴，清醒的一梦。直到冥冥中，一股执念和另一股怨恨将我唤醒，牵引我来到曾经的一位仆人这儿。今日家中有事儿，恕不待客。我来见周苍山。你这小姑娘什么来头？敢直轰我家老爷！世间竟有如此美艳圣洁的女子，怕是来历非凡呐。我是周苍山的旧识。小姐，你记错人了吧？我家老爷已经90有2。见不到我，他那口气是不会咽的。你怎么知道老爷子病危？难道……啊！看着您受折磨，我的心好痛。您托梦说一口气吊着3个月，是为了等一个人，可您到底要等谁呀？是啊，爸，我们已经把所有和您有关系的亲朋好友，甚至是敌人，一个又一个都请了过来，可还是没有什么用啊！大爷，大爷，有客人来访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周家近日不待客。可是他说是老爷子的旧识，还说老爷子看不到他是不会咽下那口气的。什么？准是老爷记挂的那位新战舰。好啊好啊，这狐狸精还真敢找上门来。他呢？人在哪儿？在外院等着呢。妈，那我……切！老身倒要看看，那老家伙临死都放不下的狐狸精是个什么货色。大爷，她就是那位客人，怎么是个年轻的女孩？我好歹在商海城府多年，大人物见过不少，可面对她这双冰冷又神圣的眼神，却本能感到瘆得慌。你好，我是周家当家人周元。眉宇倒是和他有几分相似。请问您是？云淼。云小姐今日前来是有什么事呢？我以为管家都已经告诉你。确实说了，但我爸等的人是建国前的。还有空和我东扯西扯，看来你也不关心周苍山。云小姐，你年纪轻轻，一张嘴就直呼我爸的名讳，不觉得人之将死，最后一口气如万针穿心，每一秒都是折磨。你作为儿子的，都不想他解脱，那就让他继续吊着那口气受折磨吧。这云小姐说话也太难听了。大爷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，云小姐是老爷子心心念念之人的后人？是我一夜望天了。无论真假，让他们见一见就知道了。云小姐，抱歉，云小姐，方才是我多虑了，希望您看在我也是出于一片孝心的份上，恳请随我同去见见父亲，可好？到底主仆一场，也该让你有个善终。什么主仆？这云小姐总显得奇奇怪怪。带路。云小姐，这边请。大嫂，他是老爷心上人的后人吧？皮肤比珍珠都要白，连后人都长那么美，难怪爸会念念不忘。你呀，今天忒得八卦，我是替妈感到不值。妈一辈子的心思都在爸身上，相夫教子，可到头来，站住！
有陌生人到咱家，不介绍一下吗，老大？妈，这位是云小姐。哦，原来姓云啊，真是个好姓，不像你妈我跟了你爸这么多年，连个姓都没有。他的妻子挺年轻，难怪他憨笑说老牛吃了嫩草。老牛嫩草。妈，现在万事以大局为主，爸这口气一直不咽，受痛苦折磨，我们这些做小辈的日夜揪心呐。他痛不痛苦，与我何干？就当是为了孩子们好嘛。妈，我知道您心里委屈憋屈，可我也不能看着爸再活活受罪呀。是个狐妹子，难怪临死还惦记呢。去吧，早去让他早死。云小姐，您多多海涵，这边请。这云小姐怎么盯着我？不对，那个目光聚焦的是在我身后，也没什么呀，是这股怨恨。你节哀。周苍山，你一辈子对我冷心冷情也便罢了，如今就连你那心心念念女人的后代也来怜悯我，真是奇耻大辱啊！豆芽，来看你。爸，快叫医生！好，不必。武生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叫医生啊！二叔，不是我不想动，是突然动不了啊。我说，不必。你没看到我爸现在很痛？想让他好受点，就闭上嘴。就让云小姐试试吧。太没礼貌了，等完事后拿钱早点把她打发走。豆芽，醒来吧。他叫爷爷什么？豆芽？云小姐，我爸昏迷了数个月，只剩一口气，没法醒来的。爸，爷爷！爸，你可算醒了，我这就叫医生来给你诊断。不许叫医生，扶我起来，快！哦，好。可以了，放手。爸，您刚下地，身子骨虚弱，万一摔倒了怎么办？放手！不过是后人来了，你就这般？你心心念念了一辈子，有什么用？见一面又有什么用？爷爷这么激动，是从他身上看出了过人身影吗？云小姐，感谢你让我爸苏醒，事后我周家必……爸，爷爷，老朽见过小姐。老家伙，你在做什么？豆芽，你老了。小姐还是和以前一样。你可有遗愿？能再见到小姐，已经是老朽此生最大的奢望。小姐，老奴帮您调查的事已有了眉目，执念已了，去吧。多谢小姐。就这么轻飘飘的来，然后又轻飘飘的走了，他
图的是什么？远，爸，您不是说这扳指比您的命都重要？你现在，我要走了，你一定要谨记我接下来说的话，不然我死不瞑目。爸，你吩咐。我自幼便是小姐的随从，小姐下山是有要紧事做，我要你发誓照料好小姐，一切以小姐为主。周苍山，你怎么能让我们老大去给一个丫头当随从？不，我绝不同意！答应我，我周元发誓，必照料好云小姐，一切以云小姐为主。好，当小姐的随从是你的福气，是周家的福气，更是无数达官显贵做梦都求不到的机会。为什么你连到死都不给我留多哪怕多一点的念想？老家伙！站住！别跑！让你抢东西，让你打死你个畜生！穷鬼，看你还抢不抢？还想要啊？找死啊！愿意当我的随从就跟上来。梨树下初见，梨树下再见。云小姐，请留步。爸临走时将这枚扳指给了我，叮嘱我以后要照顾好小姐，一切以小姐为主。怎么又盯着我后背看？那眼神像是在看什么我们看不到的。安排住所，虽然很难交流，但好歹人留下来。云小姐应该喜静，后院那座闲置院子挺适合您的。务必把云小姐当周家祖宗对待。云小姐，我爸刚过世，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，并非有意怠慢。云小姐，请。云小姐是爸心上人的后人，你把她留下，还当祖宗对待，咱妈那边可不好交代呀。这是爸的遗愿，我发了誓，自然要说到做到。什么小姐奴啊？你觉得咱爸以前是给人当奴才的吗？人生际遇多变，我从前就觉得爸身上有很多秘密，我试图寻找，却始终无果。直到我看见爸对云小姐下跪磕头，满眼崇敬，自称奴才，我才恍然，爸的秘密极可能和他有关。所以，你怀疑爸跪的就是真的云小姐，而不是后人？不可能，她要活了几十年还这么年轻，那都成精了。还记得你家那位吗？我不论如何，先摸清他的底细。那让浮生去吧，也好磨磨他的顽劣性子。云小姐，您里面请，有事随时吩咐。
寻找的答案吗？小姐，老奴数十年来经过多方打听，终于找到帮您恢复记忆的方法，便是集齐玲珑五神器，届时便能通晓您的来历。玲珑五神器，束魂绳，看来并非巧合。真的是晚上当孝子守灵，白天当奴才伺候人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你快点快点，还有你，东西移到那边去。什么情况？怎么都绷着脸？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嗨，别提了，我爸让我来伺候那个什么云小姐。当真？我说老周，你这个表情让我很忐忑啊。那个云小姐很难伺候吗？她的要求倒是都能满足，只是她耐心很少，一旦完不成，她会发火。该不会拿伞柄抽人？都不会，就是会对她很愧疚，很愧疚，会觉得自己像个废物，为什么满足不了她的要求？老周啊，你呢？好歹在我家当几十年管家，什么风雨没见过，怎么还能有这种心态？我鄙视你。周管家，云小姐说这些衣服她不喜欢。继续送。等等，送衣服都送不明白，给我，我来。有那么可怕？云小姐，这些衣服都是……衣服拿出去。这些衣服确实配不上云小姐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我真是个废物。哎，等等，我怎么也不对劲，不对劲！云小姐，明氏服饰世家遗书的创始人易文老板生前设计的有一款玉纱白，看起来很适合你，要不我安排人送过来？一文，那个编着粗辫子、嚷嚷会做衣服的小家伙，你有点小机灵。他夸我聪明，老爸都没得这殊荣，岂不是说……话还是说早了。那什么，我爷爷今晚出殡，会有很多人来吊唁，我去帮下忙。可恶，为什么被他否认，立马就会羞愧感满满啊？怨气越来越重了，由恨化厉鬼。我会替你解开复魂绳的，很快。有形者生于无形，无能生有。永受煎熬，不入轮回。害你的人，到歹毒。大哥，今晚来吊唁的达官显贵，比名字里要多不少啊。刚刚那位老爷子不是……知道就行，别说出来。
我崇拜父亲，敬仰父亲，却还是小瞧了父亲的能量，连这样的人物都有交情。爷爷一生都行善积德，认识些大人物也正常吧。这气场，老朽见过小姐。难道说，来的那些大人物，看的是他的面子？云墨小姐，你是来看爷爷的吗？尊爷，来，请进，请进。怎么没看见老太太？老太太，她有些伤心过度，在休养着呢。他们是谁？哦，是我外祖家的人，瘦的大舅，胖的二舅，另外2个则是我大舅妈和二舅妈。跟在他们后面的那位，他呀，一个所谓的大师呗。我外祖母也就是孙老人人，生前和爷爷情况差不多，但他是思念后人，不愿咽下最后一口气，很痛苦。我大舅就把他找来做法超度，才让老夫人走得安详。他超度后，你见过孙老夫人的遗体吗？超度完就封棺了。没见过。你怎么知道他走得安详？这千插万穿附魂绳，要的是他永不入轮回，直至魂飞魄散。当然，在这之前，会把孙家先满门尽灭。什么？我确实总是梦到孙老夫人身上有很多红线。穿插在他身上，他一直在痛苦挣扎。难道云小姐说的？胡说八道！小妹，这小姐是谁？说话这么无礼！这是云小姐，我家老爷去世前叮嘱我们好生招待的贵客。哼，贵客归贵客，但她刚才的话未免太冒犯了。大舅，云小姐她……古往今来，活埋他人，终为天地不容的大孽罪。什么？你怕了，对吧？我知道的。看见他，你怕的躲起来了，哼，气都不敢喘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老夫人是寿终正寝的。我要不是看你是周家的客人，你敢说这句话，我必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云小姐，我知你是无心说的，可老夫人生前对我们疼爱有加，我们岂会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？寿终正寝者，不需要找人超度。那是他放心不下我们。84岁，早已知天命，孙家钱权不缺，子孙安好，他为何放不下？妖言惑众，我们孙家的事情和你一个陌生人有什么关系？今日如果不是在周老爷子的灵堂上，我非要找周家要说法。这个家伙和云小姐一样古古怪怪的。那什么，我是说，云小姐你气息比她圣洁多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刚刚在内堂招呼几位大人物，听到这边吵得厉害。放心，很快的。错觉吗？刚刚云小姐挥散了一团灰雾。别愣着，快扶你妈回去休息。
小姐还真有点不让人省心呢。只是窗户开了。噩梦吗？可是真的好真实。古往今来，活埋他人，终为天地不容的大孽罪。孙家钱权不缺，子孙安好，他为何放不下？这事必须要问清楚。云小姐，您昨天为什么一口断定孙老夫人是被活埋的？她来找我了。谁？你说孙老夫人？黑金寿衣，头发盘顶，腕带金镯，眼睛两侧放着夜明珠，身体缠着99根长枝金钱，寓意攀登升仙。你怎么知道？炼尸封棺时，只有我和大哥、二哥在场，连2位嫂嫂都不知情。他居然能精细入微说出来。云小姐，您说的都对，但是当时老夫人分明已经去世了。去世？谁告诉你的？是沈先生，全名沈样之，您昨天也见过他的。继续说。当时老夫人一直不咽气，大哥为了她能够解脱，找到沈先生来做法超度。在那之后，我去见过他，他脸色发青，确实已经去世了，绝无活埋一说啊！你非要坚信没活埋，又何必再来找我？我只是不太懂，究竟哪里有问题？那些物品也不应该啊，那些祭品都是我们孙家的，沈先生难做手脚吧？再仔细想想，把这些东西放进去前做过些什么？东西都是正常放进去的，要说特别的话，就是放金线的时候，沈先生说我们至亲之人的鲜血能让已故之人的灵魂得以安歇，所以你们兄妹滴血浸泡了金线。这要紧吗？旧时，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古代，素来以陪葬金银玉器为主，但金主玉府单金为重，以压制魂灵。可还有夜明珠啊，不是能照亮黄泉之路吗？人死之后，目不能视光，遗体两旁放夜明珠，只会刺瞎死者双眼，让他找不到黄泉路。至于那浸了你们血的金线，那是附魂绳，加上血脉之血，可以让他永不超生，受那附魂之苦。那我岂不是在助纣为虐？云小姐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是不是只要打开老夫人的棺椁，拿走夜明珠，扯掉金线，再放入玉器，她的灵魂就能自由了？她先被活埋致死，又遭算计，被困得去不得黄泉之路。你觉得这桩桩件件是能简单解决的？可我们也是被蒙蔽。余错也是错，老太太继承厉鬼，假以时日，附魂灵不再控制她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孙家一个都逃不掉。不会的，他毕竟是我们厉鬼，并无神智。我必须要开棺查清真相。妈，你怎么会在云小姐这儿？妈，你哭了？眼睛进沙子而已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妈明显撒谎了，她来找云小姐肯定是和昨晚灵堂的事儿有关。难道说，孙老夫人真的？云小姐，我把您要的书都搬来了，放到书架上。得嘞。云小姐，我还是好奇，孙老夫人她金圈开路，三神必移，地气上有，
尸鬼成立，开始了。想知道答案，撑伞，走。撑伞，这算是认可吗？云淼小姐，等等我。你的计划要被打乱了，孙家马上就会扒开老太太的坟墓。嘿嘿嘿。肯定是昨晚那个女孩，她发现你是个坏人了。嘿嘿嘿。你想说什么？你对她感兴趣啊？承认吧。你看着她足足超过了1分钟，但她可没把你放在眼里。嘿嘿嘿。你觉得她是什么人？黄泉使者，幽冥摆渡人。你惹上麻烦喽。嘿嘿。她的身上可没有摆渡人那种死气沉沉，况且你很怕她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他出现的时候是你最老实的时候，你甚至在发抖。你面对一般的摆渡人时不会这样。我可不是你的食物，或者你试试吃它。没胆的东西。夫人，真的要开棺？这可是您……开！住手！小妹，你发什么疯？要不是下人来报，你真要把老夫人的坟给挖了？你清楚这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孙家将遭所有人唾弃，颜面无存。我只是想……这到如今还说什么颜面？如果老夫人真是被活埋的呢？又是你，周福生，你还给他撑伞？你可知道他教唆你妈来挖孙老夫人的坟墓，让最疼爱你的他死了都不安生吗？正因如此，所以我绝不能让他走得不明不白。开棺！我看谁敢！我怎么突然动不了？你施了什么妖术？当时果然也是云小姐施展的神奇手段。少爷，福生，你敢挖老夫人的坟，你下半生都会后悔的。没听到云小姐的话吗？挖！大哥，奇怪，当初老夫人下葬时，明明棺椁是纯黑色的，怎么变得跟血一样红彤彤了？怪瘆人的。这，少爷，要不要掀开棺盖？棺材盖！老夫人，我们不孝啊！云小姐没说错，孙老夫人，她真是被活埋的。我没想到，我真的没想到啊！真的没想到啊！不要！你别！我们也是被人骗了，我们不是故意活埋您的，是那个混蛋大师沈延之，他骗了我们啊！云小姐，这咋整？回去，死人的事归我管。附魂神，我先收了。云小姐，扯掉那些红绳，孙老夫人是不是就能减轻痛苦了？不会。云小姐，是我们有眼不识金镶玉，这才冲撞和冒犯了您，恳求一定要救救我家老夫人啊！是救她，还是救你们孙家？都有。我们孙家
请沈先生来，本来是想要让老夫人得到解脱，谁知道他心肠歹毒，竟然设计让我们活埋了老夫人。云小姐，我们也是不知情的。听着蛮有孝心，可惜你心不诚，话也不真。他怎么知道？最多3日，他必成厉鬼。到时孙家将鸡犬不宁，人畜无留。大舅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隐瞒什么？非要孙家上下，我妈还有你们全都出事才行吗？云小姐，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是因为我家老爷子。这事还和孙老爷子有关，可他不是出家多年了吗？继续，我喜欢听故事，讲得好听，兴许我愿意帮你们。是，云小姐，沈大师其实是老爷子请来的。可我妈不是说他们相濡以沫了一辈子，从贫穷到富贵，不离不弃吗？孙老爷怎么会害孙老夫人呢？相濡以沫，那不过是我们子女对长辈的粉饰罢了。甚至当初老夫人和野男人私奔，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老夫人明明贤良淑德。福生，你大舅没撒谎。孙老爷子多次和我们说过，老夫人她确实在年轻的时候不太正经。妈，别着急，先听我说完。老夫人年轻时叫二花，是孤儿，靠着吃百家饭长大。后来闹粮荒，大伙生活都愈发艰苦，也就没人再给她吃的。为了保护，她便开始小偷小摸。再后来，她偷也偷不到，就开始用身体换取食物。老夫人绝对不是这样的人。你以为我希望自己的母亲是这样的人吗？可事实就是。还有，你知道为什么老爷子一个在10里8乡都出名的文化人，会娶名声狼藉的她吗？真相就是他半夜偷偷地钻进她的被窝里，把生米煮成了熟饭，然后带着全村人来逼婚的。老爷子硬着头皮接纳，想着好好待她，她就能改变。可谁曾想，她婚后依旧和村里人眉来眼去。老爷子没法，才带着她跑出村子，来到城里讨生活。意外从书里学会一种特别的酿酒手艺，生活水平也直线上升。结果老夫人放着富庶生活不要，和酿酒厂里的长工私奔。老爷子看在孩子们的面子上，才去恳求她回来的。所以，这就是真相吗？显然，当事人不觉得这是真相。你们猜，是你们说的大实话让他羞愧，还是说的假话让他恼怒？云小姐，我们所言句句属实啊！如果是假话，我不得好死啊！我想都不是，而是委屈，是被你们误会几10年的剜心之痛。那他把小妹他们摁在水缸里，试图淹死他们，也是误会吗？淹死我妈？福生，我知道你接受不了最疼爱你的老夫人的温良形象崩塌，但是我可以对天发誓，这种事我们小时候发生过好多次。妈，是真的吗？我们小时候确实得不到老夫人多少的关爱，也就近些年情况才稍微好些，对大伙多了些慈爱。慈爱，他那是老了，怕我们不养他，假惺惺要修补这段关系。老夫人，我把这些说出来，不是我多恨你，而是我不能让老爷子这么好的人平白蒙冤，更不能看着你残害孙家呀！有没有可能，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是错的？云小姐，您的意思是，事情还有隐情？你说孙老爷是文化人，可我看碑上的字也不像文化人写的。的确，老爷子在这块碑上刻的字不怎么好看，但那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一个故事里，如果连设定都是假的，剧情还有几分是真？棺材没动静了，难道老夫人也认可云小姐的话？对啊，如果老爷子没文化，他还怎么从书里学会酿酒技术，还因此发家？可是老爷子为什么会撒谎呢？又为什么多年都无事，偏偏要在老夫人古稀之年才去报复呢？答案在他那儿。
大哥，咱们去问问老爷子吧。好，明天去。我会带你进去的，但你也需付出相应的代价。云小姐，这就是孙老爷子出家的地方。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来了青山出家入道，常年不下山。老夫人去世，他都没回去参加葬礼。他刚好忙着施法借命，自然回不去。借命？谁的？老夫人的。走吧，进去问个明白。你们是？我们找我爸了悟大师，有重要事情。你们是因为了悟大师的病来的吗？病？老爷子病过？你们不知道，前段时间了悟大师病得非常严重，眼看要无力回天。但要说了悟大师和道家有缘，病情一夜间就大好了，比生病前还要精神。他是哪天突然好的？4月15。你们稍等，我这就去喊了悟大师。4月15，那是妈去世那天啊！同一天，老夫人去世，老爷子就好了，哪有这么凑巧？应该就是云小姐说的借命了。云小姐果然不可思议。家里发生什么事了？父亲，我们是为妈下葬一事来找你的。父亲，我们是为妈下葬一事来找你的。她下葬一事怎么了？倒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最近遇到了一个懂这方面的大师。他说老夫人被那位沈先生算计了，人还没断气就下棺，是被活埋的。所以来问问您，那沈大师靠不靠谱？万一……不许质疑沈先生。沈先生法力无边，他愿意出手帮忙，是我们孙家的荣幸。云小姐，孙老爷子这么看重那个姓沈的，却对活埋老夫人只字不提，极可能是心里有鬼啊！他自然是知情的。老爷子，不止活埋，那姓沈的甚至用了阵法困住老夫人，让老夫人化作厉鬼，让我们孙家偿命啊！你们开棺了？开了，棺材盖上满满都是抓痕，我根本无法想象当时老夫人在里面有多绝望。还好还好，已经过去7期49天了。这事我知道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所以，老爷子，这事儿你也有参与？那可是老夫人啊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哼，在我们的记忆里，你明明那么慈爱老实。人都已经死了，还计较那么多干什么？你们就应该回去，让他入土为安，好好过日子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也配为人父为人夫？让我妈他们回去是回去等死吧！要不是云小姐，我们恐怕到死都蒙在鼓里。你病重垂危，为了活命设计残害老夫人，还让我妈他们用鲜血浸泡了金线，这样老夫人就算化作厉鬼后，也只会记得仇人是我妈和舅舅他们，你却能高枕无忧。你用他们的命换自己苟活，对吗？没想到小小的孙家还有你这样聪慧的后代。没想到小小的孙家还有你这样聪慧的后代。你别夸了，夸得让我恶心。
我只想问你，为什么？我给了他们所有，他们回报我一些又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不能那么自私，什么好处都得了，却一点都不愿意付出。老爷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云小姐，抚摸外祖父，算相亲相爱吗？算。可是我真控制不住啊！气也出了，你们都滚吧。木已成舟，说再多都没有用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有个人，你得见见。云小姐说的人，难道是？老夫人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不可能，假的，肯定是假的。这里可是道观，你怎么可能进来？我看错了，肯定是我出现幻觉了。瞧你看见老夫人的狼狈模样，和我妈口中顶天立地的外公真是天差地别。如此欺软怕硬，我都怀疑你是否真的是孙家曾经的家主了。孙承天，抬头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沈先生分明放了法阵，你去找他们啊，去残杀他们，给我续命啊！老爷子，你说这话还有良心吗？你敢来道观，我让你有来无回！给我垂死挣扎！我让你！怎么会这样？来人！快来人！了无道兄，您怎么了？快抓鬼！有鬼混进了道观，快把他打得魂飞魄散！道兄，您开玩笑呢？三清观有祖师爷留下的法器庇护，数百年来可都没有任何邪祟敢闯进来。就算是阎王想进三清观都得掂量。啊！真的来鬼了！大胆邪祟，胆敢来犯三清观，道爷我让你灰飞烟灭！住手！玄文观主，快救我！有厉鬼要来害我呀！何方妖孽，敢来三清观作祟？这位女香客，居然和后山那座神秘的女神像长得一模一样，还有那把伞，和传说中女神像手中的伞分毫不差。了路，你惹来的祸端，何该你解决？观主，你说什么？道观对此事无权干涉。您，请便。那位仙风道骨的玄文观主认识云小姐，而且他似乎很敬畏云小姐啊。我要找沈先生，快去把沈先生请过来，他肯定能诛灭这厉鬼。他是老夫人，不是厉鬼，他就是贱人。这么多年了，还忘不了那些小事儿，生前奈何不了我，就想着死后和我不死不休。我必须要除掉他。你残害老夫人，真的请示泄愤？当然不止。沈先生布置的法阵，能让他每害死一个人，自己便能多活一段时间。若是他对你们动手了，那我也就能恢复精力，回家重新掌管孙家。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？哼，
我的种，我想怎么就怎么，你没资格质问我。你的种，我看不见得。云小姐，您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不是你亲生外祖父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妖女，你究竟使了什么气法，能把那个贱人带进来？闭嘴！不许这么和云淼小姐说话。不对劲儿啊，我怎么感觉自己像是急着护主的奴才了呢？把你和孙老太太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一遍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也好，省事了。别杀我！我说，云小姐，求你别放他出来啊！你希望他们知晓详情，随你。快说！很多年前，我还是个小要饭的。我从小就是孤儿，靠偷、抢、骗活下来的。渐渐长大，普通的偷抢已经满足不了我，于是我盯上了那些朴素又别具风味的村妇。畜生，原来是把自己做过的伤天害理的事嫁祸给了老夫人。后来呢？老夫人怎么会看得上你这种人？她当时可是村里出了名的俏姑娘。这么美的姑娘，要是能属于我该多好。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你怀了这小子的种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忍气吞声以后随了我，要么我今晚就灭掉你全家。你这个泯灭人性的畜生！让他继续说下去。然后他真的就罚了，还生了3胞胎，也就是你们。所以，我们根本不是你的孩子。你们得感谢我，要不是我，哪有你们现在的日子？感谢你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。我算是明白了，帮你发家致富的是老夫家的祖传酿酒技术，而非你这恶棍的功劳。那老夫人为什么还要淹死我们？世界上和恶棍区别最大的，就是那贱人这种有良心的。不要！求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那要看你的表现了。我把酿酒秘方给你，我也愿意去陪那些老板。算你识趣，放心，只要你老老实实听话，我会扮演好自己如今这个角色的。他太善良了，舍不得你们，所以只要他还关心你们，我就能欺负他，狠狠欺负他。原来是你想杀我们。
难怪老夫人小时候不敢关爱我们，是你，都是你这个魔鬼！不妨再告诉你们一件事，当年并非是他私奔，而是我把他赏给了一个大人物，得益于那大人物，我的事业才得以蒸蒸日上。一具皮囊换一个商业帝国，这笔买卖划算吧？你对于自己的过往，似乎并不觉得是黑历史，而是功勋。当然，这是小人物逆袭的传奇经历，我为什么不能视作功勋？我从一个要饭的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靠的可都是我自己。讲完了。我能走到今天，也是付出良多啊！动手！不要！难道不是我说出真相就放过我吗？世界不允。不！云小姐，等等我！云小姐，你帮老夫人，并不是无偿的吧？那她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我只是想知道，我能不能替她给你这些代价？她苦了一辈子，我希望能尽点孝。不能。好吧。贫道玄文见过这位施主。你认识我？不认识，但越过这2座山后有一山洞，里面有一尊千年女神像，和您长得一模一样。1000年前的雕像，和云小姐一样。老朽见过小姐。当初爷爷跪的，该不会就是真的云小姐吧？可她明明还那么年轻，看来她身上的秘密还远超我想象。这把伞在女神像里也有记载，叫做龙骨伞，以龙骨制作，可护魂灵、渡亡魂。龙骨伞吗？我去看看。三清观里风景是不错，就是太冷清。我操，这什么神仙颜值？三清观会有那么美艳动人的女香客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道鱼？我要是拍下来，肯定能成为一个热点话题。云小姐，云小姐，真的一模一样。你以前还当过道姑？没印象。这是请魂香的气息。云小姐，怎么了？找一个人。云小姐，您但说无妨。一个7、8岁的女孩，脚踝有块状似苹果的胎记，有标识就好办。我发动关系网，很容易能找到。她去世半年多了。那有点难度，不过云小姐放心，我尽力去找。 1周内
找不到他，他就得灰飞烟灭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查得怎样了？云小姐的来历完全查不到，户籍、身份信息、过往记录，半点痕迹都没有。她就像是突然间凭空出现在咱们家门口的。一个大活人哪能没有信息？除非是我们查得不够深。孙莹刚才给我传了消息，嫂子说什么？说云小姐帮孙家解决了一件大事，而且她拥有通鬼神的能力，所以爸说的那些话极可能是真的。我们周家务必要更加礼待她。爸，二叔，毛毛躁躁的，成什么体统？爸，二叔，快，动用家族关系网帮我找一个人。找什么人？又和人发生矛盾了？不是，是云小姐要找的。既然是云淼小姐的要求，我们周家自然会尽力。对了，孙家的事到底怎么回事？爸，二叔，你们是不知道，云小姐她简直神了，那个姓沈的大师根本就是个骗子。1000年前的雕像和云小姐长得一模一样。大哥，不可能吧？1000年啊，那是什么概念？一个王朝尚且没存在那么久。依我看，云小姐就是天上下来的仙女，长得美艳，性格又好，反正哪都完美无瑕。你见哪个仙女像她那样，让人看一眼都通体发冷？对啊，仙女可不就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吗？这才真实。福少，你好歹是周家大少，也才跟着伺候云小姐几天，怎么就满身奴性，这么维护起她了？二叔，我只是觉得云小姐和世界上所有人都不一样，她不该，或者说压根就没人够资格评价她。虽然她外表冷漠高冷，看我像看垃圾，但是她真的很好。云小姐身上有太多谜团，我有一种感觉，这些谜团揭开的那天会是惊世骇俗的。大爷，大爷，云淼小姐她，云淼小姐怎么了？云小姐被人污蔑是道缘呐！家人们谁懂啊？有道缘了，穿成这样是来上香的还是来秀身材的？简直太不像话了，必须曝光！什么？这些家伙敢污蔑云小姐？放你薄皮菠萝的屁！云淼小姐才不是道缘，你才是道缘，你全家都是道缘！敢这么说云小姐，我和你们拼了！遵照各家祖训，神女现身，我们的任务也要开始了。理应如此。那天在周苍山的葬礼上看到他，老身都觉得如梦如幻。跟在他身边的属周苍山混得最差，可这老小子命好啊！神女刚下山就去了他家，周家要再次腾飞喽！诸位家主，出事了！有人在网上诋毁神女是道缘。什么？简直放肆！立刻马上将负面消息消除！这些家伙以为我10级钢琴手是浪得虚名吗？骂一句我回10句，看谁先撑不住。大哥，看浮生这激动护主反应，事情在网上发酵的有些大啊，要不要出手帮云小姐消除负面消息？这倒是个教好云小姐的方法。那我去联系公关。帖子呢？怎么回事？所有与云小姐相关的帖子、账号、视频全没了。看来有其他人在帮云小姐。看来云小姐背后的能量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夸张。那当然，云小姐的神秘不是我们能揣摩的。哼，瞧你那副奴才样！我没有，我周福生誓不为奴。
好啊，老大还真把你这狐妹子留下了。才短短几天，豆芽的妻子，你老了许多。你居然嘲讽我年老色衰，那又怎样？周苍山到死，人都是我的，不是别人，更不是你家长辈。云小姐，你说话也太尖锐了。妈这些天身体抱恙，也是对爸的离开伤心过度，原因可不止这个。你想说我还因为过于嫉妒周苍山，心心念念别人吗？你最好把不该拿的东西还回去，否则煞气侵神，你会扛不住。哼，我听不懂你胡言乱语什么，更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关心。好自为之。我告诉你，我14岁就跟着周苍山，什么狐娘媚女没见过，任你死皮赖脸留在周家，也别想得到半点好处。妈，您消消气。不过他说不该拿的东西是什么啊？别问了，推我回去。大爷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云小姐她要离开周家了。什么？云小姐为什么要离开？你是不是哪里没有满足云小姐？二叔，天地良心啊！我真的尽全力伺候云小姐了啊，端茶倒水、跑腿买书、撑伞开路，我哪样没做到位？行了，别吵了。像云小姐这样的神秘存在，当初留下应该也是为了爸和莹莹家的事。如今事了，她离开也正常。可是大哥，既然云小姐要离开，我们也不敢强留。管家，你帮云小姐物色一间好房子，要环境清幽的，不能怠慢了。云淼小姐说她有自己的房子。云小姐不是久居深山吗？哪来的房产？不清楚，但你爷爷临走前再三叮嘱要我们照顾好云小姐，绝不能辜负她。我要忙周家琐事，脱不开身，照顾云小姐的事儿就由你去吧。大哥，云小姐那种性子，会同意别人跟着她吗？福神不要脸，没脸没皮，好女怕缠郎，她能行的。爸，我还在这儿呢，快滚去伺候云小姐，照顾不好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我的腿哪个月不在你口中断那么几次？我去还不行吗？那个云小姐，您的房子在哪儿啊？天启1号。有问题？云小姐，您说的天启1号是天启路那个吗？嗯。天哪，那可是咱们市里最神秘的房产啊！谁也不知道主人是谁，更有传闻称在雷雨天看见过黑龙从那院子里冲天而起。不过，一想到是云小姐您的房产，我忽然又觉得正常了。毕竟您这种神仙人物住那种地方才配得上嘛。真稀奇，据说天启1号久无人居，可到处纤尘不染。还有这些花，每一棵都是稀有品种，价值超7位数啊！你可以回去了。我不，父令如山，不可不听。我得留下来照顾您，帮您打扫卫生，鞍前马后，当奴才。查出女孩身份，准你跟在我身边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你让我们帮忙找人的事儿，搞定了。哦耶！距离成为云小姐的奴才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。你周家大少上赶着要给人当奴才，我没听错吧？啊呸，说错了，是跟班，小跟班。
有区别吗？真不知道那云小姐是何方神圣，能让桀骜不驯的你都奴性拉满。你不懂，等你气运加持，有幸看见云小姐，你也会奴性拉满。她就是这么神奇。对于你们周家和孙家的事儿，我也略有耳闻，甚至还查了下，发现了这个。我靠，江行，你个变态！你居然敢跟踪偷拍云小姐！你瞎说什么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这张照片是我太奶奶留下的。太奶奶？听我家长辈说，许多年前，太衡山有恶龙出没，多少能人异士去了都没用，直到这位小姐去了一趟，恶龙便再没出现过。肯定是云小姐屠了恶龙！你呀，简直入魔了。首先，世界上没有龙；其次，世界上只有一条龙——服务。蛮好笑的。云小姐，小心！嘿，挺有毅力啊，看我不踩扁你！我靠！难道是昨晚宿醉后的错觉？什么事儿？云小姐，查到女孩的信息了。云小姐，您让我查的那女孩有眉目了。说，女孩名叫黄瑶彤，今年7岁，父亲叫黄云涛，是远洋集团的董事长，母亲杨欣，家庭条件优渥，是那种羡煞旁人的幸福家庭。可惜3个月前，黄瑶彤突然因心脏骤停去世了。更离奇的是，去世当晚，孩子的尸体就莫名消失了。你周家和黄家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啊。哦，对，是有那么一点渊源。那个黄老太太其实曾是爷爷的秘书，据说她当年喜欢上了我爷爷，还甘愿当妾。当然，这事儿奶奶肯定是强烈反对的，就没成。要说黄老太太也是个恋爱脑，后来数十年都没再嫁人，而是在孤儿院领养了几个孩子，黄云涛就是其中之一。那就不奇怪了。云小姐，要不要我直接去黄家问清楚？不用，3天时间派人盯着黄家，有任何情况告诉我。是。哟，周大少，又有什么吩咐啊？陆哥哥，再帮个小忙呗。这人类小娃娃太会耍宝了，肯定是来和本大爷争宠的。不行，本大爷可不能输给他。小黑蛇什么眼神？又威胁又警惕的，难道得了蛇精病？有时候你真浪得令人害怕，有屁快放！帮我盯紧黄家，一举一动都要留意。又是你家云小姐的命令吧？行，欠我1顿饭，10顿都行。云小姐，其实还有一件事。黄家因为黄瑶彤的事，最近在广招道士驱邪，带来的大多数都是神棍，没啥真本事。倒是有一个师从3清观的，听说有点能力。知道了。这小黑蛇还真成精了，居然会讨好云小姐。但谁还不会讨好云小姐啊？凹金币，花钱别太大手大脚，
不是，我要砸钱和一条破蛇争夺宠权呢。云小姐，皇家有动作了，他们请的道士正在举行仪式驱邪。好讨厌的人类瓜娃子，还妄图得到云淼大人的夸夸，简直异想天开！警告你，云淼大人身边的宠物只能有一个，就是本大爷。走吧。臭蛇，你往哪儿钻呢？快给我滚出来！你要敢乱咬，我绝对拿你煲汤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凌云大师，还要多久能够解决啊？怎么还是不行吗？老夫人，你家这个邪祟也太凶了，想要解决，恐怕要损耗我很多道行啊。凌云大师，您有大本领，只要能解决邪祟，钱好说。不要谈钱，俗。是。不过既然你如此诚心，我便为你们毁些道行，又如何？看我与这妖孽一决生死！哈哈哈哈！直播驱邪，亏你们想得出来！叫什么？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，知道吗？抱歉，我只是第一次见人驱邪是这么具有表演性和浮夸的。但没事，你继续。找茬是吧？福生，你怎么过来了？黄奶奶，你们家不是找人除邪祟吗？我专程为这个来的。哼，就你这种毛头小子，乳臭未干也敢来这儿揽瓷器货？没错，就是玉树临风的我，追随的云小姐。啊，长得跟花瓶似的，懂什么除邪祟呀？嘿，瞎了你的狗眼，见过这么漂亮的花瓶吗？师傅，劲爆大消息啊！我认出这位小姐了，原来她就是先前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道远。黄老夫人，你还是让某些无关紧要的人离开吧，免得打搅我做法，到时候出了岔子，我可担待不起。福生，你们要不先移步内厅，待凌云大师除了邪祟，我再去招呼你们。云小姐，那凌云大师本领咋样？他要有能力，就不会看不到老太太肩膀上趴着的那2个诡异的东西。什么诡异东西？胡说八道！要是夫人肩膀有邪trợ，我会看不见。师傅，他在暗诽你道行低呢。放屁！本大师会开天眼，你问他会不会？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开天眼，去！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好恐怖的煞气！除非玄文光主出手，否则就我这微末道行，对付他们怕是够呛了。凌云大师，您怎么了？我肩膀上是真的有什么吗？没什么。既然有其他人想揽这活，那本大师就先让贤。可是，老夫人放心，我会在旁边坐镇的。若他解决不了，我再出手稳定局面也不迟。那好吧。快速回三清观，请玄文院主过来。是，师傅。奇怪，说起来，那个道医又是怎么知道鬼婴存在的呢？难道他深藏不露？先进去看看。你们滚出去！
云小姐，她就是杨欣，黄瑶彤的妈妈。欣欣，你先回房间，外面的事不用你操心。你个重男轻女的老妖婆！我知道是你害死了瑶瑶，你迟早会为她偿命的。欣欣，别激动。妈，你又在搞什么呀？还嫌咱家现在不够乱吗？我干什么？我是在替你着想。我去算过命，瑶瑶死了没有投胎，还在家里，这样会影响你以后死嗣的。为一个没影的孙子，你已经彻底泯灭人性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那些肮脏的丑事儿。请魂香的味道来了。什么请魂香？这……天怎么一下子黑了？天气预报也没说要下雨啊！等等，房间还弥漫起黑雾了。哇，好多煞气鬼魂！请魂香，你竟然在这里点香请魂，你这是要连我们都害死啊！我没有点啊！点香的是他。他果然不一般，但他身上散发的是什么光芒？看起来好神圣，煞气居然靠近不了半分。别靠近云小姐。我只是想着大难临头，大伙儿最好抱团取暖，真以为我害怕了？你不是大师吗？还不快去把那些东西收掉？对啊，凌云大师，您快出手吧！我就是个靠直播混日子的小道士，哪是那些鬼怪的对手啊！大家别怕，这些厉鬼都是请魂香吸引过来的，但每家每户都有门神庇护，他们短时间内也进不来。而我已经让弟子去请帮手了。香是我点的。欣欣，你……我想见瑶瑶，我真的想见瑶瑶。她明明还那么小，就一个人在那边，该有多害怕！我好想陪着她。你既然那么爱瑶瑶，就应该懂得让她入土为安，不然她只能沦为孤魂野鬼，也会影响你们再生儿子。儿子，又是儿子！你满脑子都是孙子！你这种重男轻女的恶奶奶才最该死！真相似乎浮出水面了，一场婆媳纠纷，距离真相还差得远。还差得远。你想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对了，肯定是云小姐的考验。别紧张，我们是来帮你们的，准确说是帮黄瑶彤小朋友。你们见过瑶瑶？可以这么说，所以我们有些问题想问清楚一点，譬如瑶瑶是怎么死的？法医鉴定说死因是心脏骤停。不是他才是杀害瑶瑶的真凶！因为我不想生二胎，所以他就残忍毒杀了瑶瑶。不能吧？黄奶奶心地善良，当年还在孤儿院收养了6个孤儿，其中5个都是女孩子呢。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死了，被他杀了。第一个女孩养到7岁，因为偷吃一个鸡蛋，被这老妖婆一脚踹到桌子上磕死了。第二个女孩被他按在尿桶里溺死了。
为我不知道？我全都知道。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瑶瑶去世时身上有伤痕吗？没有，我猜这个老妖婆只敢下药，没敢伤害瑶瑶身体。你们要是不信，我带你们去看瑶瑶。什么意思？他还把瑶瑶的尸体留存在皇家？黄瑶童死了得有几个月了吧？生前不带伤，那便是死后留下的。云小姐，我们不跟下去吗？不必，尸体已经不在皇家了。什么？瑶瑶明明在冰柜里，怎么会不见了？怎么会不见了？你把我的瑶瑶带哪里去了？不见了。妈，我求求你，你把瑶瑶还给我，我不能没有瑶瑶，我求你了。我真没带走瑶瑶的遗体。云小姐果然料事如神，瑶瑶的尸体真不在皇家了。你还狡辩？除了你还能是谁？你活着害死了瑶瑶，她都死了，你还不放过她？我和你拼了！哎呦喂，这可使不得啊！尸体的事，你该问你丈夫。云涛，瑶瑶遗体是我带走的。为什么？她可是你的女儿！瑶瑶死后，你整日疯疯癫癫，还把瑶瑶遗体藏在地下室冰柜里，每天对着冰柜说话。我不想看你精神崩溃呀！这黄云涛夹在妈和老婆中间，确实难做。眼拙，我又说错了。真相没有那么伟岸。什么意思？请魂香，谁教你点？云涛说是他昨天去寺庙里求的，点了就能见到瑶瑶。荒谬！请魂香可不只是会引来单一元魂，它会把方圆附近的厉鬼全都引来。如果他事先知晓请魂香的作用，绝对心思不对。还有漏洞，我让人盯了皇家几天，很确定你根本没出过门，可见这请魂香是你早就准备好了的。云涛，你撒谎了！你们这些神棍少在这儿妖言惑众！我压根不知道什么请魂香，我求香给仙心，只是想让他有个心理安慰。那些厉鬼又该怎么解释？没准儿是你们这些懂妖术的家伙招来的，想来骗钱。披了几年人皮，真把自己当成人了。妖，这家伙是妖！我靠，这也太丑了吧！怎么会这样？云涛，我养了几十年的儿子是妖怪！早有耳闻，山中有精怪，名曰替，渴望变成人，没想到今日得见。观主，你可算来了！见过云施主。
观主居然对那位小姐那么客气，甚至眼神隐隐敬畏。完了，我之前还在直播里说他是道员。你竟敢坏我大事！好，那今天就别怪我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你们全吃了！孽障！人间肆意行凶，真当无人能治你吗？天地道法，阵！观主威武，速速灭了这害人妖怪！老不死的道士倒有几分道行，可凭这点本事也想灭我？魂归西，愿来兮，万鬼听令，弑杀！不妙，厉鬼数量太多，道法难治。你们这群凡夫俗子，也配阻拦我变化成人，享人间荣华？尤其是你，身上的气息让我极度厌恶，今日必除掉你。小心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再聒噪，直接杀了！饶命！求仙子饶命！我再也不敢害人了，我一定潜心修行，好好做妖。原来是你，一切都是你做的。你就算是妖，那也是你的亲骨肉，你怎么可能下心害他？虎毒尚不食子，你残害自己的骨肉，一定另有动机。我凭什么？我说，我本是山中渴望入世的精怪化鬼，受天道束缚，无法踏入人间。直到数年前，我遇见了一位沈姓大师。沈大师，又是沈阳之那个歹毒的家伙！沈大师告诉我，有个濒死之人愿意将他的身体交给我，让我出山，替他照顾刚怀孕的妻子。你说的不会是？没错，就是黄云涛。老夫人，您先稳住心神。难怪当时脑癌晚期的云涛会一言间变得生龙活虎，我还以为是奇迹，原来……我一直履行着和黄云涛的承诺，安安稳稳待在黄家。可是几年后，我即便凭借妖气强行压制，也挡不住脑癌的侵蚀。我不甘啊！我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变成人，尝遍人间滋味，对这世间万般留恋，我怎么能就此死去？于是我想尽一切办法延寿。你没那个本事。是，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化鬼，自然没逆天改命的本事。但幸好沈大师又找到了我，教给我一套夺撤这具皮囊后代寿命的办法。所以，你杀了我的瑶瑶，她才7岁啊！
反正不是我的亲生后代，只要能维持人的形态，牺牲一个小丫头再划算不过。畜生！你这个丧天良的畜生！不可！那黄奶奶当年领养的5个女儿呢？按照你所说，你只是几年前才占据黄云涛的身体，他们的死和你无关。他们可没死，他们小时候就被沈大师拐去了朝圣堂，还强行逆转了黄老太的记忆，让她误为是自己亲手杀了他们，一辈子活在愧疚和痛苦里。原来这才是真相！我没有杀他们，我没有。瑶瑶的尸体呢？你把她的尸体藏到哪里去了？我本来按照沈大师的吩咐，把瑶瑶的尸体带去了朝圣堂，可前几天尸体莫名失踪了，沈大师为此大发雷霆，狠狠责罪了我一顿。沈大师说，尸体失踪会惹怒附近的猎鬼，除非什么？除非点燃请魂香，引来方圆100里的猎鬼，让他们饱餐一顿。这就是你策划点燃请魂香的原因。不过，朝圣堂听着有点熟悉啊。哦，对，奶奶常去那儿做礼拜。就差一点，我就等于永远当人了。人间容不下你。蛇的背后出现了龙腾。江心和我说，有个很像云小姐的人去了趟太衡山，那条恶龙就消失了。这小黑蛇该不会就是那条恶龙吧？然后他在我衣服里。云小姐，您神通广大，知道瑶瑶的尸体在哪儿吗？你奶奶那儿。哎，云小姐，您不想说就不说嘛，怎么还骂人呢？您是说，是真的在我奶奶那里？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立刻去找你奶奶。老大，你太不像话了！那胡妹子好不容易离开周家，你还让福生去伺候她，你这是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往火坑里推！妈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我问您是不是把黄家那个小孙女瑶瑶的尸体给偷回周家了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妈，还真是您做的。黄伯母，杨女士，此事是我们周家管教不严，是我这个当家人的过错，我给你们赔罪了。我奶奶实在太过分了，就因为当年看不惯黄奶奶年轻时倾慕我爷爷，她去朝圣堂礼拜时瞧见瑶瑶的遗体，竟故意偷偷把尸体运回周家藏了几天，就是存心要让黄奶奶心急如焚，寝食难安。云施主，此间事了，贫道与弟子们先行告辞，特来向您道别。这是贫道从三清观古籍中寻得的画像，另有关于后山女神像的新线索，一并告知于您。
这位女神便是我三清观一脉的道祖。当年道祖维护三界安宁，与妖界妖帝、魔界魔尊展开旷世大战。一战之后便销声匿迹，世间再无踪迹。道祖似乎有几分印象。观主，您的意思是，云小姐她就是我们三清观的道祖？这怎么可能？古籍记载，道祖不是被妖帝与魔尊联手重创陨落了吗？放屁！云小姐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怎么可能战败？纯属无稽之谈。云施主，贫道告辞。道祖，您道法高深，弟子凌云不才，想留在您身边侍奉，只求能学一招半系高深道法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先前你还说云小姐是道鱼。当时我有眼无珠啊，道祖。去朝圣堂。不拒绝，那就是默认了。看着就是阴森堂，奶奶也不知道咋想的，会来这种地方做礼拜。要不是跟着道祖，给我钱我都不来这种地方。这姓沈的真疯狂，居然让人朝拜自己，真拿自己当神了。他何德何能，就是个搞邪教的骗子。你连他面都没见着，口气倒不小。那当然，跟着道祖走，我就不带怕的。先找人吧。没人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等等，我闻到一股味道，火药味，这里埋了炸药！我操！完了，要死了！不是说有道祖在，都不带怕的吗？这光束居然看不到源头啊！这是引路灯，有点意思。他想引我过去。道祖，这明显是个陷阱啊！要不我们叫些帮手来？不必。这村子看着好古怪啊！大晚上的，怎么连一盏灯都没有？连虫叫都没有。云小姐，怎么了？引路灯不在村子里，但多了别的东西。镇魂铃。镇魂铃？传说那是镇压亡魂的法器，怎么会在这里？看看就知道了。奇怪，外面看着死气沉沉的，里面倒是挺热闹。好香啊！你真是属狗的，鼻子这么灵，什么都能嗅得出来。这位客官有眼力劲儿，这可是我们随家村特产清炒肉灵芝的香味。几位要不要来一份？那感情好，刚好我饿了，来3份吧。你就不怕会出问题？跟着道祖，我怕什么？好吃，这绝对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灵芝。云小姐，您怎么不吃？吃了会变成他。变成灵芝？不能吧？道祖，您别吓我！小丫头片子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难得来这僻壤山村里吃点野味，还能变成肉灵芝啊！我的头怎么了？啊！我也长了！道祖救我！道祖救我！安静。谢谢这位小姐，只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随家村不是活人该来的地方。这么多肉灵芝，老板娘肯定会很满意的。你说什么？就你喜欢多管闲事，要不是你，我还能收集到更多肉灵芝。这些肉灵芝都是这样来的，那我岂不是……放心，人身上长的肉灵芝都蕴含着一缕灵魂，会被献祭给镇魂灵，以维持镇魂灵的运作，镇压这个村子的千百冤魂。你到底是谁？居然知道这些事儿！龙是神龙！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们别杀我！抬头。我就是个跑腿的，这一切都是老板娘让我干的。你还好意思求饶？快说，是不是你把村子里的人杀了？不是我，我来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就已经死了，我只是负责招待误入这里的活人，给他们吃肉灵芝。再不出来，把你店砸了！谁敢在我随机娘娘地盘上撒野？哼！你好像很有趣呢。云小姐，这女的看着就不像个善茬。冤孽缠身，还满身妖气，你究竟是何来路？我是整个随家村请回来的供奉随姬娘娘啊。不过我看着你倒有点眼熟，你认识我？记不清了，但是你身上的气息让我感到很亲切。你愿不愿意留下来陪我？你做梦！云小姐怎么可能留下来陪你这种妖孽？你不是妖帝的爱宠灵鹿屠呦呦吗？数百年前，我幼年时曾见过你，当时你气息圣洁纯净，灵气逼人的。灵鹿，那是世间最纯洁的祥瑞，怎么可能是他？龙爷绝不会认错的。相传在妖帝失踪后，妖族便由你管理，你怎么会莫名出现在这里，还变成了这副模样？什么妖帝？我可不是什么屠呦呦。我是随姬娘娘，至于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，那是100多年前的事。终于找到一个有人烟的地方啦！你们是不是生病了？小姐，今年闹了饥荒，我们都要饿死了，求您给我们赏点吃的吧。我的鹿角可以换取很多银子，而且能很快长出来。拿去换钱，买粮食吧。多谢小姐，多谢小姐大恩大德啊！这么说，你还救了村民们。虽然鹿角断了会重生，但断脚之痛不亚于扒皮抽骨。灵鹿不愧是世间最纯善的生灵。那你做的是好事啊，怎么现在会搞成这样子了呢？那是因为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人心究竟能有多坏。他已被怨念缠身，失去神智，不记得从前的身份，
只记得让他痛苦的事情。村民们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后来啊，村民们度过了饥荒年，整个村特意将我塑了雕像供奉，称我为随姬娘娘。于是我就在这个村子里住了下来，直到……来啦，村长，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得了一件好宝贝，希望随姬娘娘能帮我看看。好呀。屠呦呦大人，您别怪我，随家村太穷了。沈阳之大师说，只要用这镇魂灵将定住，才能日夜循环的取您的脚，这一根就能卖不少钱呢。你们根本就不知道，那种刻入灵魂的痛是什么感觉。而我每天晚上都要经历一次。我求他们放过我，可他们呢，却没有一个人理我。他们从吃喝不愁到金银满屋，可还不满足，甚至还想得到更多。这些家伙居然比龙野武都凶残，所以你杀了他们？你猜？他们关了我整整10年，日复一日，我也要让他们感受一下我的痛苦。这有什么问题？那些人丧尽天良，杀了也就杀了，可你怎么还要继续害人呢？因为镇魂灵，我虽然短暂摆脱了镇魂灵的束缚，但灵魂被拘了一半。如果不想魂飞魄散，只能供养着它。所以你就用肉灵之害人，拿活人的灵魂去喂镇魂灵？不然呢？难道让我自己去死？曾经世间最纯善的灵度，却被迫沦落为杀人魔，真让人唏嘘。够了！和你们说了那么多，该结束了。天地不济，乾坤剑法遁！这妖孽的道行也太深了。至少1000年道行，龙爷我不敌呀！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死得那么轻松的。毕竟，你们可是培育肉灵芝的上等养料啊！混蛋，别想伤害云小姐！定。你说村民们囚禁你，日夜取你的鹿角，所以残杀了他们。可我看到的真相却并非如此。你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不是真相？你凭什么说那不是真相？我亲身经历的一切，难道还会有假？你被怨念缠身太久，记忆早已混乱，看到的只是你想看到的。天得一清灵，地得一浑浊，万法为道，道法自然，映照石原。村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不，我拒绝。
他可是拯救了我们全村的屠呦呦大人啊！若不是他掰下鹿角给我们换粮食，我们随家村早就饿死光了。我们怎么能囚禁他、折磨他？哦，那你们全村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既然你们不听话，那就换批听话的。有鬼！救命！救命啊！这才对嘛！不可能，他们早就死了。幻想，你制造出来的这些都是幻想，你在骗我！是不是幻想，你自己清楚。进化。怎么会这样？其实你早就知道了答案，只是你不愿接受，因为那时的你手上已经沾了不少无辜者的性命。我确实在后来知道了，可我已经停不下来了。每杀一个人，我的记忆就会更混乱，我只能继续让自己不再知道真相。所以你是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只是没办法回头了。回头？我还能回头吗？我辜负了妖帝大人，我还有什么颜面去面对妖族的后辈？谢谢你让我妖帝大人。妖帝大人，妖帝，云小姐，不能吧，道祖，你还是妖族的妖帝？应该不是，云大人身上哪有妖气？龙爷，我对妖气最敏感，他身上分明是纯正的道家仙气。可能是随姬娘娘濒死前产生了幻觉。你叫我妖帝？以后你就叫屠呦呦吧。真的是你，我的妖帝大人。能在临死之前再见到你，悠悠，此生无憾。灵鹿一族最是忠贞，他苦等妖帝数百年，却落得如此下场，可悲可叹。亏得还是上古时代妖帝的灵宠，竟也奈何你不得。你的来历还真让人感兴趣啊！是沈阳之的声音，这家伙真够作恶多端的，必须把他送进执法队。那就是镇魂铃。也太大了吧！这要砸下来，能把村子砸成一个大坑啊！别大惊小怪，这是神器法相。其实镇魂铃的本身也就你们人类拇指那么大而已。你用引路灯引我到此，就为了站在那儿看？云淼，自云边来，
神秘又缥缈，这名字和灵魂摆渡人不太搭。我们查遍了所有灵魂摆渡人的典籍，你却不在其中，所以你不是灵魂摆渡人，对吧？你到底是什么？我也想知道。有趣，太有趣了！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存在，居然拥有如此深不可测的力量。魂兮归来，怨兮汇聚，镇魂铃响，万鬼听令。是。那都是村民们的灵魂，被这混蛋聚到镇魂铃里去了。云大人，怎么办？这些冤魂是无辜的，直接灭了不好，不灭又要被他们攻击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上归仙庭，下归地府。幽冥门，开！幽冥大门，云大人居然能开启幽冥大门，还一次性接引那么多冤魂入地府，太不可思议了！道祖法力无边。是云小姐在召唤我们，我们玉营八大家等了那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云小姐的召唤了。快，出发！你居然能开启幽冥门！我知道了，我终于知道你是谁了。难怪你有这等通天本领。告诉我，不能说，还不能说。云小姐，她跑了。那只是他的障眼法，真身不在这里。来。还差2件，这里的事情都解决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好嘞，终于解决了。云小姐，这是玉营八大家遵听神女令，前来听候云小姐差遣。